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到底哪里吸引人？网友：上下半张脸相差太大。相较于肖战来说，王一博的资源真的是好到爆炸。陈情令也让他和肖战成功大火了一把，出演的蓝忘机让他成功变成禁欲的代名词。王一博的上半张脸看上去冷感十足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出演蓝忘机的原因，但是下半张脸却给人一种钝感，看上去会显得更加的憨厚可爱。结合他的上半张脸和下半张脸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其实他是两个风格相结合的，整体给人的感觉相对于比较的矛盾。怪不得有网友表示，上下半张脸相差太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王一博的长相特征。喜欢王一博的女生们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你们偶像的长相吧。01眼睛，我们可以着重观察一下王一博的眼睛，很明显的细长型，所以相对于圆眼来说会显得更加的具有冷感。再来看看他的眼距，很明显比较的近，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肖战的眼距，是不是看上去王一博的眼距更近呢？看到这边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博的气质其实是更加偏向于冷感的。再来观察一下内眼角，很明显看上去是尖锐的。我之前跟你们讲过，要判断自己是冷风格还是暖风格，就看自己的五官中是尖线条多还是圆线条多。要是还不清楚的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之前的那一期。王一博的内眼角看上去十分的尖锐，所以他的冷感会表现得更加的明显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王一博看上去不好相处的原因。我们再来看看外眼角，连接内外眼角，我们会发现眼睛是上扬的，所以能够增加冷感。再加上轻微的遮瞳，整个人只要给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觉得高冷。这也就是陈情令剧组试了这么多人，最后选择他演蓝忘机的原因。因为他的冷感和禁欲已经表现得十分的明显了。02鼻子和嘴唇。看完上半张脸的冷感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下半张脸的肉感。其实我们都知道王一博的下巴看上去是比较尖锐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粉丝都觉得他的下颌线看上去十分的优越。其实光看他的下半张脸，我们会发现他的嘴巴还有鼻子看上去都会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。鼻子和眼睛之间其实是需要协调的，我们可以着重对比一下那些眉眼深邃和不深邃的人，同时影响的也是他们的鼻子。眉眼立体的人普遍鼻子看上去也很挺拔，但是眉眼不立体的人，鼻子看上去也会显得更加的平。这边我们可以着重看一下男星的对比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王一博的鼻子，他的鼻子侧面看非常的优越，鼻子看上去十分的立体，而且在侧面看的时候，他的骨相也是相当不错的，面中十分的饱满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鼻子看上比较的钝，而且给人一种肉肉的感觉。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王一博的嘴唇，很明显看上去是属于偏厚的类型，但是在很多人的认知中都觉得薄唇看上去太过薄情，厚唇性感满满，而且越有线条感就越能突出自己的精致感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唇线笔这个东西卖。再来看看王一博的鼻子和嘴唇，明显都很有钝感，再加上腮帮子给人一种肉肉的感觉，所以看上去会显得更加的阴柔。03腮部不骨感。
现在越来越多的小鲜肉脸上缺乏骨骼感了，当然都被称为鲜肉了，肯定就是肉肉的。虽然这样看上去会显得很幼态，但是却不够阳刚，看上去会变得更加的阴柔。要使男生的腮帮看上去肉肉的，就会越来越像女生，不够阳刚其实也属于很大的毛病。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王一博的脸，会发现虽然上半张脸够精致，但是下半张却一直给人憨憨的感觉。很明显他的腮帮子比较的偏肉感，骨感完全看不出来。不过这样的王一博，上胸下玉倒是很适合出演蓝忘机，禁欲的感觉完全是存在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